现在人好像还是有点少哦。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们等下照常开哦，始这样子。要准时好，哦。看一下哦。啊，59分了这样子。OK，对，OK，好，那这边我啊，就先把你结束之后跟我讲，我有款猫砂可以推荐5周用，超好用的。我推荐朋友之后，他超爱。我们家的猫砂，我都要骂我妹啊！我说你猫砂弄那么少，每次猫大便都不敢，就是大便都遮不干净，然后到后来就不遮了，你知道吗？猫现在都不，现在大完便都不遮，超不丑行，猫砂用多一点。我推荐你一款猫砂，那款猫砂真的很好啊！你用。等下传给我，对，我松木的朋友真的什么不是松木还有，松木的，不是好，哎，松木的。开始了，开哎，始了，好，几点了？还各位不好意思，我把声音关掉。因为真的就是在等大家，然后呢，就是我就跟就是 Amanda 这边随便乱闲聊这样子，OK，好，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好，应该知道就是当时的一些背景资讯，好，就是基本上第一个就是爱打麻将，好了，第二个就是家里有养猫这样子，OK，好，这都不重要，好了，我们今天跟各位要来讲的是这个，就是上一次的就是跟大家同的征集题目嘛，对不对？对吧？好，哎，那我想问一下一件事情，就是说，哎，各位现在有没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哦，我的声音这样子。好，如果有听到的话，可以在聊天框里面打一个一吗？好，如果你是刚刚一直都听到现在的，也是可以直接打个一这样子。OK，好，如果你有听到我们就是聊天框的，就是你现在听到声音的话，这样子。OK，哇，好害羞，原来刚刚在讲话被这么多人一直听这样子。OK，好，OK，好，各位，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就是大家知道很随意的阅读研讨会嘛，对不对？好，谢谢各位。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主要是要跟同学们讲解，就是 OG 里面的诊断测验里面的就是一道题目。OK，好，一组题组这样子。OK，好，那这个题组怎么来的呢？其实基本上是跟同学征集过来的，就是好。就是每一次阅读研讨会结束之后，对不对？我都会去在这个社团里面发一个 post，然后呢跟大家问说，哎，你们有没有想要就是 Dustin 就是特别讲解的难题啊？好，就是我的讲解，如果各位有参加过前几次的研讨会，或者你有看到我这个在YouTube 上面放的这个研讨会的录影的话，你才发现 Dustin 讲研讨会的方式其实是完全是用实战的角度来带的这样子。OK，好，就是包括时间压迫之下，你每一步该怎么走，然后包括说不同的题型，你要有什么样的这个正确的解题步骤跟正确的解题思路，好，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带这样子。OK，所以会使用一篇文章，OK，就是1个小时只讲一篇文章，那就是把它讲的详详细细这样子，OK，好，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同学们就是上次回报说，哎，当时能不能讲一下这一篇？好，这篇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哦，好，这边叫做所谓的这个女性的这个草根运动，对不对？OK，好，就是那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一开始在接触这篇文章，大概是出现在 OG 里面的这个诊断测验的地方，也就是何伟同学如果在前面，好，你直接看到前面有这个第3章的 diagnosis test，对不对？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OG 嘛，OG 长什么样子？OG 就长这样嘛，对不对？好，就是你可以看到在 OG 里面前面不是有一个这个诊断测验嘛？好，第3章的地方。好，那如果你去做这边的这个 verbal 的话，你就会马上遇到这篇文章这样子。OK，好，对，那它也相当于各位在做 OG 的时候第一篇所遇到的这个女权类型的题目。好，我知道各位在准备训练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地方，对不对？好，比如说有些人不擅长的是这个天文，有些人不擅长的是历史或者是物理。好，但是呢，当时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好像所有人都不擅长女权，对不对？OK，好，就是来各位，你认为你自己是不擅长女权的其中一份子的，好，可以打个2吗？好不好？OK，我们来看看现在的社会，还有多少女权斗士？OK，好，来，OK，好，各位，好，现场各位全部都是女权斗士，OK，好，就是我们都在为女权的奋斗，只是我们为的是女权的文章而奋斗，对不对？OK，好，好，我们不讲屁话了，好，我们来看看这篇就是算是 OG 里面比较一开始的这个诊断测验里面的女权的文章。好，我们在考试中我们要怎么去解读？好，还要怎么去解题目这样子？OK，好，我们就一步一步的来看哦。OK，好，来各位，好，首先我们先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Dustin 一直在强调是在考实战中每个步骤都有你应该做的事情。好，首先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在遇到一篇文章突然出现的时候，对不对？好，遇到一篇文章突然从荧幕上出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好，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OK， 你的第一个步骤绝对不会是去看第一个字，你的第一个步骤是干嘛？先去确认一下自己目前所在的这个状况。什么叫所在的状况？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pace， 对不对 ？OK， 好，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去注意到你的这个 pace， 你到底在实战中你现在的时间是好，比如说是前2篇还是后2篇，比如说你到底今天你的 pace 是领先的还是持平还是落后，对不对？对吧？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注意到文章的长度，对不对 ？OK 哈，好，来，那第三个是什么？才是说你才去读第一句话的时候，去观察一下这篇文章的领域对你来说是难的还是简单的这样子。OK， 好，那这篇文章就会有2种不同的情形。好，当然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就是女权的文章应该题材都算是难，对不对？对吧？好，都算是难的文章。但是呢，它的文章长度对大部分人来讲也是什么？也是偏短的，对不对？对吧？好，那难但是却短的文章，我们到底考试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策略呢？好，那就要取决于第3个要素，就是 pace。OK， 好，如果今天这篇文章在考试的时候，你发现，它是讲女权，你不熟悉，但是它的文章篇幅短，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看说，在考试的时候，它是在第几篇文章出现。如果它是第1篇文章、第2篇文章，你这个时候时间还很充裕的话，对不对？好，这个时候我们会做的策略就是什么？这篇文章就是你用你最习惯的方式读 ，OK？ 最习惯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像是你在平常看英文一样细看 ，OK？ 好，看任何一句看不懂的话，你都可以回来重读2、3遍 ，OK 哦？好，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各种客观条件，我们刚刚讲的3个客观条件，大部分都是对你有利的。好，所以呢，你不会因为题材难而拖到太多的时间，因为文章篇幅短，而且你的时间还算充裕，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去不用太担心，你就是把它当成是一般的，就是你在平常看英文的时候来细读都没有关系，因为这样对你来说细读你是最安心，对不对？对吧？好，而且这种文章细读也不太会超时，这样子。OK， 好，来到这边为止，各位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好，可以理解吗？好，就是如果今天这篇文章 OK 好，难但是却短，好，那我们就要看我们的时间够不够，对不对？好，那再来，那如果今天这篇文章好，它是在考试的第3篇甚至是第4篇，这个时候你的 pace 已经落后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在读的时候，我们就要改变心态，我们不能再去用细读的方式，我们要提醒自己说，等一下看资讯的时候，去注意的是主要论点，注意的是这个架构，是谁是论点要回应的主题。谁是文章的这个中心议题，然后谁是中心议题后面不同的态度的不同的主要观点。好，那除了中心议题跟主要观点跟主要评论之外，对不对？后面的一些同一个观点、同一个立场，后面的一些理由，好，我们看不懂就不需要去重新回读它。OK， 好，这个我们通称叫 skimming。skimming 的意思就很像是今天你在看一篇报纸的时候，如果今天你没有时间，你要快速阅读的时候，你会做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会发现某些资讯它不是重点，你却不会去特别去想去记它。你虽然还是会看过去，但你不会特别去想去记它。好，而且你也怎么样，看的速度可能也不会那么的慢，这样子。OK， 好，那这篇文章呢，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怎么一步一步的解读哦。好，我们现在来看第1句话。OK， 好，来跟我们来注意看第1句话哦。第1句话说 ，Women's grassroots activism and their vision of the new civic consciousness lay at the heart of the social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out the progressive era. OK， 好，这句话它在讲的是什么？它在讲的是这个在某个时期女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性别意识，还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性别的这种就是平权运动，对不对？就是在某个时期算是什么呀？算是蛮盛行的，对不对？对吧 ？OK， 好，来各位，这一个句子，好，它本身有什么性质？后面会出现什么资讯呢 ？OK， 大家要学，我知道很多同学会说到时，上次我结束阅读研讨会的时候，同学就有问说，到时，我发现有的时候这种文章，它后面的走向跟我原本预测的不太一样。我看你在讲解的时候，你的预测好像都很精准，但是为什么今天文章的走向跟我原本预测的不太一样？好，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因为同学们就是文章不会只有一种走向，一个句子也不会只有一种作用。OK， 好，像比如说这一句话，对不对？这一句话你现在看到的是第1句话，对吧？第1句话它的内容是讲说什么？讲说在某一段时期，女性的草根运动，好，非常盛行，对不对？好，是重点，对不对？好，这个时候后面会有什么内容呢？可能会有好几种。OK， 第一种可能是什么？第一种可能是说，我们要去讨论说这个盛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对吧？好，第一种可能是讨论什么？讨论原因，对吧？第二种可能是讨论什么？第二种可能是讨论说这个盛行到后来产生了什么的变化，就是随着历史的进程后来转变什么变化，对不对？好，
第三种甚至是可能是讨论什么？讨论说当事人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对不对？对吧？好，所以各位平常练习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去做到像上次讲的这个预测的功夫的话，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强迫自己不要只想一个方向，你要去想这个人还有可能讲什么什么什么。OK， 好，要慢慢的去训练自己怎么样呢？就是尽量去想后面还有可能会讲什么，而不要只想一个。这样你才能够慢慢的去学习掌握文章，这样子 ，OK， 好，来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3吗？好不好？好，帮我打个3，好，来，谢谢 ，OK， 好，来各位，接下来呢，好，我们知道这篇文章基本上第一句话什么都没有讲，它就是只是讲说哦，某个时期怎么样的女权运动很重要，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看下一句话，好 ，Though largely disenfranchised except for school elections.White middle-class women reformers won a variety of victories, notably in the improvement of working conditions, especially for women and children. 这一句话的特色是它出现了一些生难字，对不对？对吧？开始出现你在这篇文章可能会看到的生难字，比如说像是 disenfranchised， 对吧？好，像这个 disenfranchised， 对不对？好，然后呢，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对不对？好，各位你要知道，在考试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去翻字典的，对不对？好，在考试的时候你也不可能去口号去问别人说什么叫 disenfranchised， 对吧？好，我们大概就只能去猜它大概的整句话的主要态度，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语气是尽管怎样怎样的，后面说什么？他们得到了胜利。换句话说，前面这个资讯应该指什么？应该指的是大部分都在某些地方都不成功，对吧 ？OK， 好，尽管哪些地方不成功，但是呢，在某个领域得到了很大的胜利。什么领域？就是照顾儿童的领域。OK， 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要去看到生难字就怕，我们先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句子的这个重心先找出来。OK， 好，这个重心就是什么？就是它的主要句子嘛，对不对？好，它的句子的重心就强调什么？强调是其实女性草根运动在女性工作领域上，女性跟儿童工作领域赢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样子。OK， 好，那现在我们可以去想这两句话绑在一起，它最有可能后面会讲什么东西。好，那上一次我们刚刚说嘛，有些同学会说 Dustin 我很难去预测，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了，你可能只会预测一种可能，你只会预测一种可能，对不对？对吧？但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在去预测下一句的时候，其实你只想了第二句，再去想第三句，你没有重新回来想第一句跟第二句绑在一起是干嘛的 ？OK， 好，你不能说只看1推2，看2推3，看3推4。好，在推第三句的时候，不是只有拿第二句去推，而是拿第一句跟第二句加起来一起推，可以理解吗 ？OK， 不然的话，你会变成说是文章整个是不连贯的。OK， 好，所以请各位记得哦，如果你要去练习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抓架构的能力的话，逐步的去往下推测的方向，对不对？好，第一个不能只想1、2个嘛，对吧？好像我们刚刚要想看很多的可能。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你在接下来去看的方向，对不对？好，你要尽量的去多 ，OK， 不，你要尽量的去把它绑在一起看 ，OK， 绑在一起看这样子。好，所以各位我们先来想哦，当我蓝色标起来这个地方，好，蓝色标起来这个地方说什么？说就是女性的草根运动非常的重要，他们在某个领域得到了很好的成就，对不对？这个时候文章接下来还有可能会说什么，对吧？好，第一个有可能会说什么？第一个有可能会说这个成就得到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对吧？第二个有可能会说什么？有可能会说这个成就好，后世的人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对不对？对吧？好，来我们想想看，第一个有可能是讨论这个成就的原因，对吧？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对不对？好，为什么这么可以改善妇女跟小孩的工作权，对吧？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的，有没有可能是讲说这个成就好，就是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什么，对不对？后世对他的评价是什么，对不对？第三个是什么？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是这个成就后来又带出了什么东西 ？OK， 就好比说，我们先讨论说女性跟小孩的工作权受到保障，而受到保障之后，他们就进一步的去争取别的权利，比如说投票权，比如说什么受教权这样子。OK， 这边可以听得懂的可以帮我打一个2吗？好不好 ？OK， 好，有跟上的可以帮我打个2吗？好，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希望教你的是一个方法，不是只是教你文章的内容。好，这个想要让自己看文章的时候抓架构抓得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去想到后面会讲的所有可能；第二个，
你在想的时候，你不要只是抓前一句话来想，你要是抓前面所有的资讯灌在一起来想，这样子。OK， 好，来再来，那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哦。好，各位，来，现在呢，我们来看到第3句话的地方。好，我们来看第3句话哦。来 ，given 这个好 ，to the reformers 这个 ironically though child labor legislation pitted women of different classes against one another. OK， 好，来各位注意到，好，请你帮我在你的这个就是如果你手上有课件，如果你手上有这个就是 OG 的话，你刚好翻到这篇文章来对照的话，对不对？好，请你帮我把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下笔记，好不好 ？OK， 好，在看文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任何的语气是强烈的情绪化的语气的时候，我们速度就要特别变慢。OK， 好，这个情绪化包括什么？包括像这个讽刺的是 ironic， 是不是？是什么？是情绪化的用词，对不对？有些文章甚至会是什么 surprisingly。unexpected， 对不对 ？amazing， 好 ，puzzled， 这种表达作者或者是学者情绪的用词，这种语气速度都要变得特别慢。为什么？请帮我写个笔记。好，在表达情绪强烈的时候，对不对 ？GMAT 会特别去考你作用题 ，OK？ 会考你说这句话它的作用是什么 ，OK？ 好，或者是整篇文章作者的主旨、作者的态度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OK？ 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句子的语气开始，突然有比较强烈的情绪用词的时候，我们速度就一定要特别变慢 ，OK？ 比如说有些时候可能怎么样的句子跟你讲说，我们最近有一些意外的发现，这个意外就是什么情绪用词嘛，对不对？好，比如说今天我们发现说，这个就是说，最近的实验实在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令人振奋 ，encouraging。那这个强烈的情绪用词，我们就要特别速度要，这整句话就要特别变慢 ，OK？ 好，这样的概念。好，那我们来仔细变慢速度看一下这句话。好，说尽管好讽刺的是怎么样，就是小孩子，就是所谓的这个 child labor legislation 这整个行动，这整个立法行动，对不对 ？pitted women of different classes against one another。OK， 好，现在问题来了，各位。请问你在当时做这篇文章的时候看不懂 pitted 这个字的，可以打个1吗？好，因为这个字应该平常不常用嘛，对不对？好，我们几乎不会去用这个字吧，对不对？虽然母语人士可能一定看得懂，对吧？好，可是我们真的不常用这个字，所以这个字你看不懂还蛮多的嘛，对不对？好，那看不懂应不应该害怕呢？各位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在实战的时候，我们都在讨论实战的情况，对不对？好，当然平常做题目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会去查字典嘛，对吧？好，但是靠北，不好意思，对不起 ，OK， 有点那个过敏。好，最近天气变化比较大，就是一下要梅雨，然后一下要出太阳，好，然后又很潮湿，所以大家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呼吸道，这样子 ，OK， 不要像道士一样过敏这样子 ，OK， 好，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讲什么 ？OK。你虽然看不懂这个字，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去稍微去猜它的意思？但其实很难猜，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只有这句话里面也没什么资讯，只知道有不同的这个阶层，对不对？但是到底 pitted 是什么意思？是指的是说这些阶层联合在一起吗？还是说这些阶层互相之间彼此反目？还是说这些阶层都不同意？还是说这些阶层被骗了，对不对？好，你会发现这句话很难猜。好，但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再继续看下一句话，再回来去想。OK， 好，来，我们看下一句话，包什么 ？To the reformers, child labors and industrial homework were equally inhumane practices that should be outlawed. But as a number of women historians have recently observed, working class mothers did not always share this view， 对不对？好，还有什么？他说，对于怎么样？对于改革者来讲，这件事情是不好的。对于改革的人来讲，你让小孩子去做工作，这件事情是不人道的，要禁止的。但是呢，我们发现什么？我们发现说，就是这些怎么样？这些就是劳工阶级的女性，她们其实根本不认同。好，所以现在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这样就可以回来去解读我们刚刚看到那句话，什么叫 pitted one class against one another， 对不对？好。这时候大概知道什么意思吗？大概知道意思是什么？他们之间彼此产生了分歧，对不对？彼此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对吧 ？OK 哦，好，所以
在实战中，如果你突然看到一些词你是看不懂的，就算它的态度词，你也不用太紧张 ，OK？ 为什么？因为你还有机会是继续往下1、2句话看，你就可以回来去推出来的这样子 ，OK？ 好，你要记住一件事情，绝对不会有那种因为一个字看不懂而让你整个考试崩盘。会这样的通常都是什么？因为什么崩盘？是因为自己的心理压力崩盘 ，OK？ 就是不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然后呢，又一定要知道这个字的意思才能继续看下去的人，好，那你说他们为什么不信任呢 ？OK？ 原因很简单，因为平常没有在做预想嘛，平常没有再去强迫自己推理嘛，平常就是一有看不懂字就会很慌张，然后就查字典嘛，对不对？对吧？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对自己有自信？很简单，就很什么，就是当我们今天平常练习的时候，实战看到这种字，好，我们就是什么，先不用紧张，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再回来重新想这2、3句绑在一起是什么样的意思，这样子 ，OK？ 好，所以虽然一开始看不太懂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呢，我们再往下去看，大概就知道说这边讲的是各种阶层，他们是彼此合作还是彼此互相不认同？应该是彼此互相不认同，对不对 ？OK？ 好，来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2嘛，好不好？好，就是考试的时候总会有你看不懂的字，对不对？好，但是呢，你愿不愿意鼓起勇气继续往下面看1、2句，再回来重新推？好，取决于第一个，你到底愿不愿意，对吧？第二个，你愿意，你有这个能力吗？其实你有这个能力并不难，对不对？为什么？平常有没有去练习我们刚刚讲的一句一句推这样的概念 ？OK？ 好 ，GMAT 的文章都非常的精炼，里面很少有废话。好，所以呢，用 GMAT 的文章来练习预测语气、预测架构是最好的事情。OK？ 好，里面不太会有废话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哦。来，我们现在大概知道掌握一个重点。文章前2句话大概来讲的是，好，女权怎么样呢？好，在那个时候很盛行。然后呢，尤其是在推什么？推就是工作权的保障。好，但是怎么样呢？但是我们发现说，哦，好像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个事情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好，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有吵架，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时候文章的架构基本上就可以慢慢的确定了。好，我们一开始可能会推出很多很多的预想，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一下要讲原因，一下要讲什么后果，然后一下要讲什么评价之类，对不对？但是随着你看到的文章资讯越来越多，它的架构就越来越定型了。OK？ 好，像你现在看到这一句说2派的人马观点不太一样，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预测说，等一下应该是会去先讲说谁的观点各自是什么。OK？ 好，先把2方的观点讲出来，然后呢，文章最后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再来一个第3个人去对前面2方的人去做什么？去做好坏的价值判断。OK？ 好，就是你常看到的文章里面可能先讲什么？先讲论点1，好，再讲什么？再讲论点2，然后论点1跟论点2对比讲完之后，对不对？最后再来第3个实验或者是第3个人去对他们做 evaluation。OK？ evaluation 1+2去对前面2个论点做好坏的价值判断。好，来。好，那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现在要去把2方的论点看清楚了。对，好，来各位，也在你的笔记上帮我记下来一个点。好，当你任何时候发现文章开始跟你对比的时候，好，不管它对比的是人，还是事情，还是说是论点，还是说今天对比的是地方啊、时间啊，只要它开始有再去做对比比较的时候，一定要速度放慢。OK？ 好，这个在我们的终结者课程有讲过。OK？ 好。在对比的时候，对不对？速度一定要放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边是非常容易去考你细节题跟推论题的地方。好 ，GMAT 大概有60%的题目，60%的细节题都是什么？都是考在比较的地方，这样子。OK？ 好，各位请注意哦。好，这边有帮我记下来，可以帮我打个3吗？好不好？好，如果你有帮我把记在你的笔记本上，可以帮我打个3吗？好，谢谢大家。OK？ 好，来各位，好，我们现在继续往下看哦。好。不好意思，我调个我的那个键盘，好，我让它变成一个键盘架，哦，这样我比较好显示这样子。好，来 ，OK， 好，各位，再来 ，Given the precarious， 好，所以这边我们就要慢慢看，想说它到底哪里不一样，好，2方的态度到底哪里不一样 ，OK， 因为他等一下可能会考说，请问2方的争议点在哪里，或者是一个人同意或不同意另外一个人什么想法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哦。Given the precarious finances of working class families and the necessity of pooling the wages by as many family members as possible,
Working class families view the passage and enforcement of stringent child labor statutes as a personal economic disaster and may strengthen efforts to circumvent child labor laws。这一句话虽然有很多生难字，我们来去圈一下哪些生难字。来 ，precarious 是第一个你看不懂的字，对不对？再来还有什么？还有像比如说这个就是 stringent 可能你也看不懂，对吧 ？OK， 还有什么东西？像比如说像是这个 strenuous， 对不对？好，还有像是这个 circumvent， 你可能都看不懂。但是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的重点不是要去把每个字都了解，好，我们的重点只要去怎么样呢？去想这一句话它的想要强调的主轴就是什么？很简单，根据前面文章讲嘛，我们刚刚是不是说，刚刚前面的文章要让我们知道说两派的人马到底各自都在想什么，对不对？那刚刚前面跟你讲的第一派人马叫什么？叫做这些民权分子。民权分子说这件事不好，那另外一派人马反对他们。你只要知道他们用什么样的理由反对就好了，你不需要去把所有的资讯都看得明白 ，OK？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算避开这些资讯不看，不是不看，就是说我们就算看不懂，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去精炼出一个大概的资讯，就是什么？就是小孩子要赚钱，对于穷人来讲，小孩子是要赚钱的 ，OK？ 好，家里是需要钱的 ，OK 哦，好，所以他不认同那些高尚人的看法 ，OK 哦，好。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上并没有，就是在实战的时候，我们只要能够克服我们对生难字的恐惧，这句话并不会是什么障碍。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文章这边 argument one 跟 argument two 分别是什么？分别是两方的看法，对不对？好 ，argument one 就是那些女权分子的看法，说你这样做就是不人道，你给我禁止。argument two 就是什么？就是那些当事人的看法，认为说什么？认为说你这个就是我小孩子是需要赚钱的啊。这概念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很像是那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台北人，然后呢反对盖这个苏花高，说不要破坏什么，不要破坏这个花东是台湾最后一块后花园，对不对？结果花东那边的人就不爽啊，说谁他妈当你的后花园？你才后花园，你全家都后花园，对不对？我们要的是交通便利 ，OK？ 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经济建设，我们不要被当后花园。像这种感觉，这样懂我意思吗？来，有懂这种比喻的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 ？OK， 好，就是你在靠腰人家，你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面靠腰人家，但是呢，人家怎么样呢？人家就是不爽你这种靠腰嘛，对不对？他说你根本没有体会到我的处境嘛，对吧 ？OK， 好，就又很像是什么？很像是这个你知道巴西嘛？一直被这个全世界的那种主要国家靠背说什么？你们一直在这个就是砍雨林啊，然后呢，你们一直在就是破坏地球的肺啊，然后呢，让地球是没办法，就是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但是呢，巴西人就不爽了，巴西的这个总统就说什么？就说这样不对吧？二氧化碳都是你们在制造，然后呢，我们这边我们只能靠砍树赚钱，然后现在你跟我讲说叫我不要砍树啊，请问谁给我钱？这样的概念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好，来各位。那我们现在大概知道这个地方他们两派的论点，我们就是可以预期到说，等一下可能会有第三个人，第三个证据或者第三个态度来去回应这两派论点，谁对谁错这样子。OK， 好，那我们看哦，后面就是说什么 ？Yet reformers rarely understood this resistance in terms of the desperate economic situation of working class families, interpreting it instead as evidence of poor parenting。他说，但是那些改革家们，他们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不对？对吧？反而还认为说你是什么？你根本就是只是不想管教而已，这样子。OK， 好，所以这边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后面这个 evaluation 1 and 2， 作者的语气比较像是什么？像是同情那些 argument 2， 而反而是谴责 argument 1这些人是不问世事，是太过怎么样？太过活在象牙塔里面的这样子。OK， 好，来这个地方对不对？请各位注意，就是说帮我写下一个重点，写下一个重点叫做，当你发现有一个人在文章里有评论的时候，评论的意思叫 judgment， 评论的意思就是一个立场对另外一个立场做出评论，做出好坏判断，评论别人的想法怎么样，你要去想他在评论的对象是谁 ，OK？ 他在评论的那个 topic 是什么？他是在攻击这些人的动机，还是在攻击这些人的
做法，还是在攻击这些人的观点 ？OK， 好，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到底他在评论你做的事是错的，还是说他在评论你的动机不纯，还是说他评论你的努力不够 ？OK， 还是说他在评论你就是所谓的就是居心叵测，好，或者他评论你无法善后，好，不要只是去抓说什么 A 反对 B 哦，不要只是去想反对这2个字，因为反对有各种反对 ，OK。好，我们平常生活中不是很常讲嘛，说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我在针对的是你的事，不是针对你的人。但也有人说我是对人不对事，对不对？好，我在针对你的人，不在针对你的事。所以今天当你看到一个态度在回应另外一个态度的时候，你一定要去特别去停下来想清楚说，到底今天他回应的是什么样的资讯 ？OK， 你不能只想说是学者 B 回应学者 A， 是作者在回应什么前面的这个改革者，你要去想作者他到底是不赞同改革者的什么东西。不但他们的动机，还是他们的处理方法，还是他们疏于考虑，对不对？好，来这边你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3吗？因为这是很多混淆选项会考的地方哦。OK 哦，非常多混淆选项会这样考，就是他只是反驳人家，好做这件事情没有疏于考量，对不对？结果到最后混淆选项可能会说什么，他根本不应该做这件事。OK， 好，类似这样的概念。好，来各位，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哦。好，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把这个重点记下来哦。因为你接下来遇到的文章里面，应该蛮多的文章都会是什么？都会是所谓的这种推论题，对不对？都会是所谓的就是有论点的题目，也有评论的题目，对不对？居然里面60%-70%的文章都是有评论的题目，对吧？对，有评论的文章。好，有评论的时候，你不能只想谁评论谁，你要想的是他评论的是针对什么东西来评论，什么资讯来评论。OK， 好，来，再来看最后一句话。This is not to dispute women reformers' perception of child labor as a terribly exploitative practice, bu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ld labor and their legislative solutions for ending it fail to take account of the economic needs of working class families. 好，来各位，这一句话我们要注意2个重点。好，第一个当然是我知道你会看到有一些词是看不懂的，比如说像是这个 exploitative， 对吧？好。这个词当然这个词蛮重要了，叫剥削式的，OK， 好，但是假设你看不懂也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只是要抓这个句子的重点的态度，跟他怎么回应，对吧？好，我们知道说这个句子的语气是什么？他说，其实我并不是要攻击你们，我并不是要去攻击这些人的做法不对，我只是要说什么？我只是要说你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好像不太仔细。做事情的时候太粗糙，没有疏于考量。OK， 好，来各位，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这个句子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作者的态度，对不对？作者他不是只是在攻击 reformer， 他在攻击的点是攻击什么？不是攻击说他们的方法不对，也不是攻击说他们的论点是错的，而是攻击什么？而是攻击说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疏于考量。好，这个就是你在考试的时候应该注意的地方，你不能只是把它简化成说反正作者就是不喜欢 reformers， 那你这样你等一下做态度题会很难过。你要去更进一步去想，他到底不喜欢什么东西 ？OK， 现在我们知道他是不喜欢什么，不喜欢你们做事情没有考量到对方的想法，这样子。OK， 好，来各位这边这一句话，请帮我再写个重点好不好？有个重点叫什么？请帮我写。当你发现语气上的让步语气的时候，速度就要特别变慢 ，OK， 好，为什么？因为让步语气是一种折中语气，是一种什么部分同意、部分反对的语气 ，OK， 好，就是一种我其实也不是要怎样哦，这种语气 GMAT 也很喜欢考你作用题 ，OK， 好，为什么？因为讲话比较模糊，讲话比较暧昧，好一点 ，OK， 他 GMAT 就会问你说，你看不看懂这句话背后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正的想法是什么 ？OK。还有接下来可以帮我打个1吗？遇到让步语气的时候，句子速度稍微读得慢一点 ，OK， 好，然后呢，仔细想一下作者写这句话的作用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样子 ，OK， 好，好，那我们现在来跟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刚刚看到的资讯，我们大概用一些颜色来标记一下我们刚刚看到的不同的段落，好，每个段落的作用，还有你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来做个小总结，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就要进入题目了，哈，这篇文章题目其实并没有很难，但是这篇文章就是我想让大家看怎么去解读的这样子，好，让大家看看怎么去解读。好，首先第一个，我们刚刚在讲前面这边的资讯的时候，我们说什么？第一个，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说考试的时候，平常在做练习的时候，要怎么去学会预测架构？很简单，就是
第一个，我们不能只想一种方向，要想很多个方向。好，看完一句话之后，要去想它后面还有可能延伸好几种走向。OK， 好，而不是只想一个方向而已。OK， 然后再来第二个，当你今天接下来推到第二句的时候，你要再继续往下推到第三句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你不要只是用第二句的资讯来推第三句，而是怎么样？而是你要回去想第一句跟第二句结合在一起，第三句还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方向？这样子 ，OK， 好，这两个点希望刚刚大家都有就是记录下来，对不对？好，然后再来这边还有一个我们还有个小重点是什么？就是说你看到一些生难词的时候，不用去害怕 ，OK， 好 ，GMAT 不会因为你有一个生难词不懂就放弃你，好，通常都是你自己把自己放弃。我们可以去继续往后面去看资讯，好，然后来把它补回来，好，当然就是你肯定会说到时，那万一整篇文章40%-50%都生难词怎么办？好，那个可能就要从阅读训练开始练起，你知道吗？好，所以各位就是终结者，基本上就是我们在处理，我们花了大概30%-40%的时间来处理这件事情，就是说到底要怎么样去扎实的提升那个考生的阅读能力。好，大家应该有看到最近有一个那个我们的 po 文嘛，对不对？好，就是说一个考生他以前 B17，然后后来考到 B26，好，那最后呢，最后考到什么？就是前几天出分了，考到 B38这样子。好，那实际上他也是体会到啊，之前在考 B17的时候跟 B26的时候，那个阅读能力都是比较烂的。OK， 所以导致说这种题目很多时候都能用技巧，这种技巧提升是有限的，只能用技巧这样子。好，但是如果你今天阅读能力提升的话，你就可以尽量的减少使用技巧这样子。OK， 好，可以慢慢的开始去逻辑来做题。好，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询问我这样子。OK， 好，就是怎么样去透过整个终结者的计划来提升阅读能力。OK， 好，来各位再来我们来看哦。好，我们刚刚说绿色跟蓝色的地方，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还记得吗？我们说我们刚好说在这个橘色的地方还有一个重点，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语气上表达强烈的时候要去想作用，对不对？对吧 ？OK 哦，这是刚刚我们讲的一个重点。然后再来就是，当你发现文章里面有两个对比关系的时候，那你就要去想他们在对比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绿色这边是一派的态度，认为这件事是不好的；蓝色这边是另外一派的态度，认为什么？认为说我们就是需要小孩子赚钱，没有办法，我们很穷。所以你就要去想他们两派人到底在想，到底在差别，他们的争议点在哪里？等一下可能会考你态度的差异题。OK， 好，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当你今天发现，有人在对另外一个人做评论，像这边是这个紫色的地方是作者在对前面的想法做评论的时候，不要只是想说他评论谁哪个人，而是要去想说他评论那个人的什么东西，评论他的动机、想法、什么目的之类的，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就是你要自己去看。最后他跟你讲的是，他评论的是你做事情不够仔细，而不是说你这件事情做的是错的或者是失败的这样子。OK， 好，来到这边为止。是帮各位做了小总结，好，来这边大家都可以跟得上的，可以帮我打个2嘛，好不好？好，都跟得上了，谢谢大家。OK， 好，看看现在有多少人？都 OK，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38个人，好，来，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喽，好不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来，各位，再来，我们来看哦。现在就是进入题目了，真的进入题目了。好，进题目之前，我们跟大家要做个科普。我们在做题目的时候，一定有个原则，是题必回去定位。OK， 题必回去定位这样子。好，不管它今天是什么样的题型，我们都会回去定位。OK， 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原则是什么？第二个原则就是我们在做这些题目的时候，好，我们一定要回去文章定位看完之后，在看选项之前，能够先把这道题目当成简答题，就是没有选项的题目。好，然后呢，去想自己要怎么样用一句话来怎么样来回应，就是来当答案。好，先有自己的回答去看选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步。OK， 这也是我们之前在每一次的上课都会强调的事情。你一定要先把所有的题目当简答题这样子。OK， 好，不要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想法去看选项，当然是非常非常危险。你也知道 ，GMAT 要的不是一个会筛选项的人，要的是一个什么有自己想法的人这样子。OK， 好，我们来看这一题哦。他说什么？他说文章的主旨是什么 ？OK， 来，那我现在问各位一件事情，你们觉得整篇文章看下来，你们觉得它的答案可能会是什么？好，就是还不要让你看选项哦，
它答案会是什么？那我们回去文章怎么定位呢？各位要注意，主旨题要定位的方向，请帮我写下来，是作者在文章里第一次表态的地方。作者在文章里第一次表态的地方 ，OK， 好，这篇文章里面对不对？你回去找，你就要去想，刚刚我读到哪里是作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 ，OK， 哪里作者第一次出现？那我们可以知道，作者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应该是哪里？它其实应该是这个地方，对不对？对吧？好，应该是在讲说，就是你们其实做的不好，是因为你们疏于考量，对不对 ？OK 哦，好，来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好。看到主旨题的时候的定位点是作者第一个出现的地方，作者第一次评论别人或者是主动自己表态的地方。好，那这边我们看完这一小段之后，请问你的回答会是什么？我们想知道这篇文章我们的简答题的回答可能是什么？可能是这篇文章作者的目的是为了怎么样？为了要去批评什么？去批评说这些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没有疏于没有详细的考量对方的想法，对不对？对吧？好，这篇文章主旨题的什么？主旨题的这个方向就是作者是为了要去讲述批评，这个批评叫做这些人在做事情的时候并没有考量到对方的想法。好 ，OK， 好，来我们现在来看5个选项哦。有了你的回答，还是看5个选项。好，那看5个选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第一轮的时候都会比较快来看。好，比较快来看，主要是去用就是排除法排除掉那种就是明显方向跟态度完全没有对到的 ，OK， 会把它排除掉。像比如说这道题目5个选项很快看过一次之后，我们会首先排除的是 B、C、E 3个选项。好，比如说第一个，文章里面很明显作者他是有一个主要是在跟你讲述某些人缺点的语气，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知道说 B 选项怎么样，变成说他的语气好像只有在讨论起源是什么起源，对不对？好像在跟你讲历史，而不是在跟你去讲哪些人他做对还做错了。所以这个选项就是什么？我们第一轮会排除的选项。好，那再来呢？第二个 C 选项呢，说什么？去比较什么？比较2种人的这个生活形态。可是问题是我们文章里面应该是比较想法，对吧？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你要去注意到文章的比较？你看果然考出来，对吧？好，刚刚的文章的比较是比较什么？是比较2种人的想法，他们的态度、观点，认为好不好，对不对？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比较他们的生活形态。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第一轮我们也会删掉。好，那1选项是什么呢？说它是 revise， 好，去更正一个旧观点 ，OK， 去更正一个旧观点。那我问你一件事哦，作者有跑出来去更正它吗？没有嘛，对不对？他只是说你做错了什么，可是作者并没有去讲说你怎么样更新的想法应该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作者只有到批评，还远远没有到说要纠正，要就是给出更好的解释的地步，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 revise 它也是过度推论 ，OK， 好，所以这3个选项都是我们第一轮会删掉的 ，OK， 好，因为文章里面很明显它是有在什么，是有在批评，哦，所以并没有到说完全只是在讲陈述，或者但它也仅限于批评，所以也没有到夸张到什么，夸张到说会就是帮你修好的地步哦。然后呢，再来就是什么？再来就是他也没有再去比较什么，没有再去比较生活环境，他在比较的是想法，对不对？好，所以现在我们剩下的是 A 跟 B 这2个选项。好，很多同学是会在第一轮会留下 A 跟 B， 为什么？他觉得A 选项是去解释这些人为什么没有达到目的，他很明显讲的是不好的，对不对？好，那 D 选项也是说这些人忽略了什么东西，对不对？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刚刚讲的那点很重要，对不对？还记得吗？我们刚刚讲那点说什么？说今天你看到一个人在对另外一个人评论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要知道说他评论的是谁，对吧？如果你刚刚只知道说作者在批评的是 reformer 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完全选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这2个选项都是讲 reformer 的缺点，对不对？对吧？好，那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步去想，刚刚我们在想，我们刚刚是不是一直在强调，到底 reformer 做错了什么，对不对？还记得吗？请问各位，你觉得他是动机错了吗？他的动机是坏吗？他是坏人吗？还是说他今天是做失败了，这件事没有做成功？还是说他今天是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太粗鲁，没有考量？请问你觉得是哪一种？来，请帮我打在聊天室里面，好不好？好，你觉得是哪一种？是这些人动机不纯，他们是坏人，还是说他们最后做了很烂，没有成功？
还是说他们这些人其实做事情的时候没有考量，好，没有想清楚，好，就是太粗鲁了。来，哪一种？告诉我。哎，为什么会发送给其中一个人？好，对吧？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这些人做事情的时候没有瞻前顾后，对不对？所以你看，当你今天真的在看文章的时候，去注意到这个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在这两个选项里面误选。各位有发现吗？这两个选项考的地方非常故意哦，态度上都是什么？点出缺点，对象都是做的对 reformer， 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要来看他到底攻击了什么。A 选项说是这些人没办法达成目的，并没有达成目的，为什么 ？OK， D 选项说的是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他们忽略了某些东西。好，那我现在问你，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说这些人其实应该是做事情比较欠缺思考、有瑕疵啊，对不对？但没有说他们做事情是失败了嘛，对不对？没有说他们最后做的是没有成功，对吧 ？OK， 所以这个时候 A 选项是过度推论，所以答案选什么？答案选的是 D 选项。OK， 好，那通常我们要怎么发现这个自己的问题呢？很简单，就是你如果检讨的时候，对不对？哦，不好意思，有点过敏。好，来，如果你检讨的时候，你有去像刚刚 Dustin 讲的一样，也以及之前研讨会讲的一样，说什么？你有去好好的思考说，哎，今天这道题目对不对？这道题目它的就是预想的方向会是什么？你有去把自己的一句话记录下来的话，我都会建议大家去录音嘛，对不对？好，还记得吗？哎，靠北怎么会是麻将的这个？不好意思，我打一下那个我的那个部落格 ，OK， 好，我都有建议大家去录音嘛，对不对？好，等我一下哦，我打一下我找一下我的那个 blog，OK， 好，在哪里呢？在这边，好，来，你们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就是这一个文章 ，OK， 好，应该是 Rookies 这个地方，好，我看一下哦，不对，不是 Rookies， 应该是 Amateur 这个地方 ，Amateur 的 Overall 里面，好，这边有一个什么？这边有一个就是 Record Retrospect 跟 Revise，OK， 就是希望各位做题的时候能够录音，好，能够录音 ，OK， 好，那如果你今天在做题的时候有跟Dustin讲的一样，乖乖的把这道题目当成简答题。然后呢，用录音的方式把自己的回答录在什么样？录在就是音档里面，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时候，好，你就可以来对照。比如说你对照发现说，你刚刚的回答叫做什么？你刚刚的回答叫做说，哦，文章主旨就是作者在批评改革者。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是我的回答只有想到了什么批评改革者，而没有想到批评什么东西，所以导致这两个选项选不出来。那你下一次看文章的就会更注意，你的回答不能只是批评谁，而要去具体回答是怎么样类型的批评。OK， 好，这样懂我意思吗？来，各位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2吗？就是说，比较你当初的预想，你当初的这个申论回答跟正确选项的差异，你就可以大概知道说你在看文章的时候会忽略哪一个部分。OK， 好。这才是真正有用的检讨，各位。好，最烂的检讨就是真的选项检讨，是最烂什么意思？就是说，很多人检讨是干嘛？你知道吗？来，就是这样啦。好，来我教你怎么叫很多人的检讨。很多人检讨都是说，哎，这个 Dustin 啊，好，就是 A 选项这边应该是 achieve their goal 错了，所以我就把它用红笔标起来。啊，说哎靠北怎么变这样？好，我把它删一下。好，说 achieve their goal 错了。标起来，说 discuss the origin 这个 origin 这个字错了，说 living condition 错了，说什么这个 traditional view 错了。我问你，你觉得你有在思考吗？你真的觉得你有在思考吗？你有没有就是愧对爸妈生给你那么聪明的脑子，然后结果你在做一个超笨的事情，对吧 ？OK， 那你要怎么样逼自己思考呢？很简单嘛。先把自己的想法记录下来，再去对照嘛，对不对？你才知道你自己原来哪里思考没有周全，原来哪里思考是很模糊的。你下一次就会去注意到，哦，我不只是要去想要回应谁，我还要去想说他是回应什么样的点，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来这边可以听得懂，我可以帮我打个2吗 ？OK， 好，可以听得懂吗？就是最讨厌看到的检讨，就是只针对选项画线，然后画红字。你是做给鬼看是吧？对吧 ？OK， 好，不要这样好不好 ？OK， 好，来各位，
所以这道题目答案是 do 选项 ，OK， 答案是 do 选项。这道题目给我们的一些 insight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我们不能只是去关注谁回应了谁，我们还要关注他回应的方式、他回应的内容、他回应的形式是什么，这样子。好，再来各位，我们来看第二题的地方。好，第二题的地方，他说文章里面有一段被 highlight 起来，好，有一个字被 highlight 起来，叫做 view， 好，然后他说，请问被 highlight 起来的这个 view 指的是下列何者 ？OK， 好 ，refer to which of the following？ 好，来各位，我们来看哦，它被 highlight 起来的是这个地方 ，this view。那当然语气上，因为他讲 this view， 代表说这个 view 前面就有讲过嘛，对吧？好，所以我们就不能只是看这个小地方，我们也不能往后面看。好，因为 this view 的 this 意思就是前面已经有讲过一次了，那我们就要再重新把这句话重新读过一遍。OK， 好。Toilet reformers, child labor, and industrial homework were equally inhumane practices that should be outlawed. 好，对于什么？对于这些改革者而言，这些作为是不适当的，而且应该要被禁止的。好，但是呢，好，最近学者们观察到什么？观察到说，其实这些地方的妈妈们，好，其实根本怎么样呢？好，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所以这个看法指的就是什么？前面这个看法。好，那现在还没有结束哦。来，请问你要怎么样用一句话回答他？你就要先想这个题目在问的是什么。好，当你看完定位之后，你要回来重新看一次问题，还不能去看选项，先想你要怎么回答。他说指的是什么，对不对？好 ，refers to。来，我现在问各位一件事情，你们知道细节题有两种细节题吗？好，一种叫什么细节题？一种叫做 supporting idea。来，什么叫 supporting idea？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 OG 里面两种题型的分类这样子 ，OK， 好，来我们看一下 OG 里面怎么写的哈，来我们看一下 OG 里面的 RC 好，大家都很少看 OG 对不对？就是只会写题目、刷题目，好，然后呢就不怎么做这样子哦。来给你看哦，你看有一种题型叫 inference 是什么？是说就是用文章里面对不对？好，就是应该说。文章里面并没有明确提到，但是呢，你要去进一步去结合资讯去推，这叫 inference 题。另外呢叫 supporting idea，supporting idea 就是什么？就是说所谓的文章里面好有写到的资讯，去把它重现出来。OK， 就是像何者为真一样这样子。OK 哦，好，来你看他有特别去讲，我们看到他有特别去讲，他有什么？他有说，来我翻给你看哈，来各位，你看哦，他说。Simply assess whether you understand the passage conveyed in the writing without asking you to do anything further with the information. OK， 好，你看哦 supporting does not refer only to ideas that are expressed premises supporting the main conclusion. OK， 好，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就是你要做的事情是重现文章里讲过的东西。那另外一种是什么？另外一种是叫做你要去进一步去推导资讯。你看他们说 unlike questions about supporting ideas which ask about information that is directly expressed in the passage, inference questions ask about an idea or meaning that must be inferred from information that is directly asking. OK， 好，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的差别。好，这两种题型的差别，你看哦，我们看到他说可能这个会问你说什么呀？好。他问你说下列何？你看他说什么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following does the author cite as? The passage mentions which following 文章提到什么，对不对 ？Which following does the author propose？ 你有看到他的语气很明显，就是告诉你文章曾经提过，对不对？文章曾经提到什么东西。然后另外 inference 是什么东西 ？inference 是说，好，你看哦，他会怎么问？他会说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that。我们看到他用是 it can be inferred， 他用是推测语气，对不对？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推出什么？好 ，If the claims made by the author are true, which of following is most likely also be true? OK， 好，also true， 我们发现它也是推测语气 ，be likely to be true， 对不对？好，还有像什么文章暗示了什么？好，那现在我就回来问一下大家，请问你觉得这一题它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题型？它是supporting idea 的题型还是 infer idea 的题型 ？refer to 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对不对？我们都知道 reference 就是参考的意思，所以 refer 这个字就是参考的意思，对不对？
refer to 意思是指的是什么？所以请问你这一题是 supporting idea 还是 infer idea？ 是的，来，请各位对话框里面告诉我，它到底是 supporting idea 还是 infer idea？ 人还在吗？各位？这一题是 supporting， 你们觉得刚刚这一题是哪里啊？这一题是 supporting idea 还是 infer idea？ OK， 好，很好，很好，很好。对，这一题其实是 supporting idea 的题目。换句话说，我们其实只需要回答的时候，不需要进一步去推什么东西，我们只需要把这个论点用自己的人话重新讲过一遍就好了，对不对？好，所以注意哦，你不需要去刻意的推导 ，OK？ 好，所以简单来说，等一下我们的回答就是什么？这个 view 指的就是什么样？指的就是改革者认为什么？改革者认为让小孩子去工作其实是不好的，其实是不行的，其实是要被禁止的，就这样就够了 ，OK？ 好，就这样就够了。好，来各位，那我们先来看哦，这一道题目里面，那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就可以去删去大部分的选项，好，包括态度相反的没有提到，对不对 ？OK， 好，像比如说什么？像比如说今天你可以看到哪几个选项我会删掉？好，比如说像 C 选项，刚刚人家文章里面讲的是让小孩子们去工作好不好？结果这边变什么？这边变成是人家怎么去养育小孩？奇怪，有没有讨论怎么养小孩？讨论的是有没有让小孩子去工作？好，有没有讨论怎么养小孩，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被我们第一轮就会删掉了。好，然后再来像 C 选项说什么是两个人没有共识，可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 view 里面讲的不是共识嘛，对不对？讲的是什么？其中一派的想法，对不对？说什么要被禁止，对吧 ？OK， 好，所以这个也是被删掉。那一选项是什么？一选项说这些是什么样？就是这些地方妈妈们的害怕。可是问题是，刚刚前面那个 view 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些高尚人士，他们认为这件事是不好的，对吧？所以这个也没有提到这样子。好，那很多同学会说，A 跟 B 要怎么选，对吧？好，那我们来仔细看看。第一个 A 选项说这些是什么？这是地方妈妈的反抗 ，OK。另外 B 选项是什么 ？B 选项是说这些人认为是不好的。好，所以你如果刚刚心里面有一句话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时候选项很好选，对不对 ？A 选项是完全没有提到过，对吧？完全不是那个 view 的内容这样子，所以答案是 B 选项。好，所以这一题要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一定要分清楚 support idea 跟 infer idea 的差别。好，你自己看哦，来，你看 ESR 对不对？我们都知道 ESR 里面有分嘛，我们上次给大家看过嘛，对不对？我们有一期的这个 Dossier 的这个 YouTube 公开课里面有讲到怎么去分析 ESR， 对不对？好，我们就有用到这个页面，好，官方的这个介绍，好，你看 ESR 里面有分成 infer idea 跟 supporting idea， 对吧？好，然后呢，这个里面就跟你讲 infer idea 就是什么？就是需要怎么样？需要用推的，对吧？好，文章怎么样呢？文章并没有给你讲出结论，你要自己去推。好，starting idea 是什么？就是文章很明显的讲出来的资讯，包括 main idea 跟 supporting ideas。OK， 好，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好，请不要搞错了这样子。OK， 好，一种是不准你自己去引申，另外一种是可以的。来这边可以理解的话，可以帮我打个2嘛，好不好？这个分别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哦。因为我看到很多同学都跟我讲说，到底我做主旨题、作用题都还好，我做细节题很容易错。你只要一听他讲话的方式，你就大概知道这个同学还不知道什么叫做 supporting idea 跟 infer idea， 能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就是他讲说的细节题，好，他就是认为说所有的题目只要问某个资讯就是细节题，好，但那这很危险，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就会很容易怎么样，在不该推出引申的地方推出引申，又在需要你推出引申的地方又只会按照字面来讲话，那懂我意思吗 ？OK， 好，来各位，所以分析题型非常的重要。好，你可以回去看什么？回去看 OG 里面的这个段落。好，各位可以去稍微做个笔记。OK， 好 ，OG 里面这个就是what is measured 跟这个 task taking strategy， 好，这两个段落的这个就是的资讯。好，那如果你觉得文字太长的话，没有关系。好，为什么？因为呢 ，Dusty 在我的这个部落格里面都已经帮大家做好，就是做好笔记了。OK，
你可以看到 amateur 的 RC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 OG 导读笔记，有看到吗？这个地方你就可以搭配的原文一起看，好，搭配的这个就是 OG 的原文一起看，我帮你做好全部的笔记的这样子 ，OK， 好，来，所以多逛逛是有好处的这样子 ，OK， 好，来各位，那我们先来看哦，好，第3题的地方，第3题这一题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题目，我必须要说 ，OK， 好，来各位，你看他说 ，The author of the passage mentions the observation of women historians most probably in order to OK 好，文章里面作者提到了，就是作者去提到了这个 women historian， 就是他 highlight 起来这一块部分，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干嘛？最有可能是想要干嘛 ？OK 好，那我现在来问各位一件事情，请问你觉得它是 infer idea 还是 supporting idea？ 这一个题目它是 infer 还是 support？对，很好，很好，很好。OK， 好，很好。来，各位，你可以我们看看这个验证的部分哦。好，你可以看到，就是像这种什么，像这种就是题型，对不对？你看 the purpose of the function or function of the specified part of the passage。OK， 好，它其实是分在什么？分在 evaluation 类型的题型。evaluation 其实也是 infer idea 的其中一种，这样子 ，OK， 也是 infer idea 的其中一种。好，来，各位，所以我们现在要想的是，到底作者想要干嘛？那你要注意哦，帮我写个重点哦。作用题不能只看这句话本身，必须要把它跟前一句话或后一句话连在一起看。OK， 好，一定要记得这个重点，因为你今天又不是在去做supporting idea， 只是在去看文章本身而已。好，你是在干嘛？你是要去想它跟前一句后一句有什么连接，这样子。OK， 有什么文章里面没有讲出来的连接？好，来各位，好，我们现在来看哦，各位，来这个地方，请问各位一件事情 ：As the number of women historians have recently observed， 我们要往前面看，还是要往后面看？我们要往前看，往后面。你觉得要前面看下来，还是要后面看上去？你觉得是哪一种？哎，来，各位来看一下大家的回答。好，应该不是说往前啦，应该不是说倒回来这样子，而是这样顺着看下来。OK 哦，是顺着看下来。好，你想嘛，如同 as 是如同的意思，对不对？如同是跟前面如同还是后面如同？因为当然是前面提过，后面才会如同嘛，对不对？那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要往前看，往后看，你要看那个句子的基本逻辑。但是如同什么？如同就是这些女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历史学家发现的一样。好，所以请问你到底往前还往后看？那当然就不能只是一定不能是一定按照一种就是什么死规则嘛？你要看那个句子的逻辑语气是什么。人家说如同怎么样？如同许多人所认为的人所最近观察到的那样，那就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你从前面看下来嘛，对不对？为什么前面有讲到，后面才会如同？那懂我意思吗 ？OK， 好，来各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很多同学他其实很难筛选一下。我到这个字题，很多同学就到最后筛到一部分而已，对不对？好。到最后你可能只能删掉 B 选项，对吧？为什么？因为就觉得这个句子它其实没有在这些女性观察家们，她们本身没有在提出什么，本身没有再去提出就是问题的，他们只是在提出他们的观察，对吧？好，所以我想大家同学会觉得说只有 B 选项是可以删掉，因为 B 选项说提出问题的语气明显的不符合，对吧？好，那可是问题是对其他选项就会开始觉得有点困惑了，比如说到底今天是去提供知识呢，还是说今天是去什么反驳前面的资讯呢？还是说今天是什么？今天是去提供一个
就是相抗观点呢？还是说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提出一个矛盾呢 ？OK， 好，来各位，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去想，到底它跟前一句话或后一句话有什么关系？这样子 ，OK， 好，来，首先第一个 A 选项，他说什么？我们一个来检验哦。好 ，A 选项说他是在对前一句话 ，the preceding sentence 意思是刚好就是前一句话，对前一句话来提出支持。好，很多同学说 Dustin， 我看他没有支持啊，你看这个 but 不是在对比吗？来，各位你要注意哦，在 GMAT 的那个在那个就是文句定义的世界里面 ，sentence 指的是一个句点叫一个 sentence。OK，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的 but 其实怎么样？不是说 but 前面这边是，不是说这一块叫做前一句话，并不是。真正的前一句话是哪里呢？各位，真正的前一句话其实是这个地方，是哪里？是上一个句点的那一句话。OK， 好。所以，如果今天你误认前一句话指的是把前面这边的红色的地方的话，你可能就永远不会选到 A 选项，对不对？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两个不就是反驳吗？这两个不就是矛盾吗？那矛盾的话，怎么会说是去支持，对不对？你就会把它秒删这样子。OK， 好，那这时候你就知道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你连人家作用题考的这个基本的叫句子 sentence 的定义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还去做，对啊，那懂我意思吗 ？OK 哦，好。sentence 的定义是一个句点叫一个 sentence。好，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1吗？可以吗？好 ，OK， 一个句点叫做一个 sentence， 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来想想看哦，上一个句点之前的讲的句子，讽刺的是怎么样呢？讽刺的是这些人彼此之间互相不认同，对不对？好，那这个地方后面讲什么？如同怎么样？如同学者们观察到的一样，怎么样？另外一派人也不认同这些人的想法。那我问你，有没有发现？哎，说他是学者们拿出证据来佐证支持，好像也没有说不通，对不对？所以这个选项基本上态度是 OK 的，我可以先保留。OK 哦，好，先保留。那 C 选项说什么呢 ？Introduce an opinion that challenges statement made in the first sentence of the passage。他说什么？对于整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去反驳。OK， 好，来我们看整篇文章第一句话说什么？第一句话说，女性的草根运动在某一段时期非常的重要。OK， 好，那我问你，这一句话有说女性的草根运动不重要了吗？哦，如果今天这个地方要是正确答案的话，那么这一句话语气上应该是说女性的草根运动根本不重要，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 C 选项它就根本不是正确答案。那你想，为什么你会选呢？如果这位同学在犹豫的时候，很简单，我知道你为什么会选，因为你就是看到 challenge 这个字，你就想选。为什么？因为你刚刚看到 but 这个字，好，讲起来很可笑，但是事实很残酷，就是大部分同学真的只会去看字选而已，对不对 ？OK， 好，就是你就觉得说啊，反正我看到 but 后面一定是反驳嘛，对吧？一定是转折这样子。好，所以我就看到这个选项，我看到 challenge， 我就觉得它很 OK， 我就觉得它就是在提供反对。来，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很简单，就你平常检讨的时候，你就是习惯就是标态度字眼，有没有？哦 ，challenge 标起来 ，support 标起来，哦 ，question 标起来，有没有？那你当你在做题目的时候，你就会慢慢的退化成怎么样？退化成你只会去看关键字了，对吧？好，而不会去思考里面的逻辑了。那这是谁的错？你的错啊，还有谁的错，对不对 ？OK， 好，平常偷懒的时候，就是平常偷懒怎么样呢？到最后考试的时候，分数就会活生生的反映出来。哦，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要再等到什么，就是平常偷懒，然后到最后什么，到联合世纪大家考完试之后在楼下哭了啦，好不好 ？OK， 好，我知道那个楼下都有很多人在崩溃哦，比如说在楼下就是喝啤酒啊、哭啊，然后一出电梯一进电梯就泪崩啊之类的。好，我都知道这些事情。OK， 好，但是我就要说了，平常检讨的时候有没有用心，对不对？这还是重点嘛，对吧？好，有没有用心，还是你只是走个过场、走个故事而已，这样走个虚应故事这样的概念。OK， 好，来，各位再来呢，我们来看 do 选项的地方。来，do 选项说什么？
offer an alternative view to the one attributed in the passage to working class mothers。提供一个什么？提供一个就是相对的看法，就是想提供一个替代的观点。OK， 对谁替代 ？The one attributed in the passage to working class mothers。好，现在问题来了，他的意思是说什么？除了什么？除了这些文章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地方妈妈们的想法之外，还提供跟地方妈妈以外的另外的想法，对不对？跟地方妈妈不同的另外的想法。那我们来看这地方讲的是什么 ？As the number of women have recently observed, working class mothers did not always share this view。不好意思，他要讲的就是地方妈妈的想法，他没有要讲别人的想法，他要讲的是地方妈妈本人的想法。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方向完全错掉。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很简单，你就是只是想要看到这个 alternative 就选这样子，对吧？你觉得本是转折，本转折后面 alternative 也可以这样子，刻一个调 ，OK？ 好，来，所以这个选项也怎么样？也是逻辑是错误的 ，OK？ 好，那我们看一选项，各位，一选项说什么 ？Point out the contradiction inherent in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child labor reform as it is presented in the passage。好，我知道你们看到 contradiction 这个字一定又会很想选，这就是这一题为什么麻烦的地方，因为你觉得每个都好像，对不对 ？OK， 好，来，但是我们来仔细看这个句子的内容他说什么？他说这一个矛盾是根深蒂固存在于某一个观点之内的。OK， 好，来，我请问你，文章里面这个地方是这些妈妈们所提出的想法，是前面那个想法里面的一部分吗？是前面那个传统观点的一部分吗？那你觉得是还不是？你觉得是的打1，不是的打2？逻辑上是不是 ？Inherent in 指的意思是什么？这个观点里面本来就是矛盾的，本来就有两个不同的资讯是矛盾的。可是问题是，今天这些地方妈妈，他们根本不是在前面的观点里面，这样懂我意思吗？他们是完全另一派人的，所以你怎么能说在一个论点里面他们自相矛盾的没有？这样懂我意思吗？一选项讲的是某个论点自己自相矛盾，可是呢，文章里面根本就是两派不同的人，并没有人自相矛盾这样子。OK， 好，是不同的观点在闹矛盾，不是同一个观点自己自相矛盾。所以这个时候答案是什么？答案其实最后是 A 选项。好，那所以如果你选到别的选项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去想方设法思考。好，各位来，请诚实告诉我，你在做这道题目的时候，第一轮就把 A 选项删掉了，可以举手吗？好，来诚实不是举手，打个1，好不好？好，来，老师告诉我，你在做第一轮就把这些选项删掉，就把 A 选项、这选项删掉，可以举手，可以打个1吗？好不好 ？OK， 好，谢谢各位。好，其实老实说也这件事没有什么就是好觉得丢脸或怎么样，好，就是我们就正视自己的错误就好了，对不对？好，相信当时听刚刚讲的每一句话都能讲进你当时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当时做题目的时候，真的就是粗浅到只会去看关键字，所以觉得这边有个 but， 然后呢这个地方有个 support 就是不对其他选项就是都是反对所以就是跟着反对走，对不对？好，现在你就知道怎么样是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的像靠技巧 ，OK？ 好，真正要提升还是要靠什么？当然还是要靠逻辑分析的阅读能力。那怎么样提升这个东西？很简单，多跟 Dustin 课就对了对不对 ？OK， 好，就是我里面我现在线上看到的每一个段，每一个就是精讲的文章，对不对？好，都是怎么样？都是按照逻辑来讲，这样子。OK， 好，当然作业者的训练也会更扎实，这样子。OK， 好，来，各位再来我们来看下一道题。The passage suggests that which of following was the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between working class mothers and working reformers on the issue of child labor。好，文章告诉我们，下列何者是两派人马不同的，就是有不同意见的一个原因，根本原因。好，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这个题目它是 infer idea 还是 slated idea？你觉得它是 infer idea 还是 slated idea？ 来，
人呢？各位人呢？来，人还在吗？哎，不回啦，还是我声音断掉了？OK， 谢谢大家。好 ，OK， 好，现在 supporting idea 对不对？对吧？好，因为他说文章告诉我们嘛，对不对 ？Passage suggest 对吧？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去文章去注意了，我们的预想里面不能够去推出文章以外的资讯。OK， 好，他问我们两派的差别是什么，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一派人认为说这是不好的，然后呢，另外一派人怎么样呢？另外一派人认为说就是要养小孩，对不对？对吧？好，所以现在简单来说，我们大概知道它的争议点，它的 difference 就是什么？它的 difference， 我们自己的回答会是他们对于小孩出去工作这件事情的看法，对不对？好，一派人认为这件事情是不人道，另外一派人认为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生活所需，对不对？好，我们的回答必须要完整到这样子，把它当做是一个你的客户，你的客户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去帮他找资料？找完之后，你会怎么去用一句话跟他报告？好，不要说考局妹最重要是用脑 ，OK， 好，把它当成是你的客户，用简答题回答他。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2吗？好不好？帮我打个2。好，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要回答就是说 ，OK， 好，就是一派人改革者们认为这件事情不人道，而妈妈们认为这件事情又是生活所迫，这就是他们两个的差别。好，把它当成是在讲话一样这样子。OK， 好，那现在我们知道之后，我们来看，来这个题目还算简单的题目哈，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只要你心里面有一句话，好多选项都可以删掉，这可以第一轮删掉了。但如果你没有一句话的话，你就可能只会找关键字。OK， 好，来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他们两个的差别是不是真的是因为这一派人认为说什么？这一派人认为说工作对小孩子好的，那么完全方向相反嘛，对不对？对吧？好，应该是为小孩不好嘛，对吧？好，然后呢 ，B 选项说什么？说应该要继续维持工作，应该是相反，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要废除，对不对？是吧？然后 C 选项说什么 ？C 选项说地方的妈妈们怎么样呢？不希望人家去干预他的对小孩的教养，可是问题是没有啊，他只是讲说我需要小孩工作，但是没有说你要干预我的教养，对不对？没有说你来指手画脚这样子，所以这个选项也是错的。然后 D 选项说什么？地方妈妈们认为这样不人道，不好意思，哦，人家根本没有这么认为，人家认为是生活所需，所以 A 跟 D 这两个都是方向相反的选项，对吧？还有 B 啦，好，那 E 选项才是我们怎么样？刚刚如果我们有一句话自己的回答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选到 E 选项，对不对？为什么？只有它是直接对到我们的回答，叫什么？叫做地方妈妈们认为生活所迫，对不对 ？OK， 所以答案是 E 选项，哦，答案是 E 选项。OK， 好，哎，所以简单来说，一句话的回答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OK， 好。为什么呢？我要跟大家，是因为你在做这种 infer idea 的题目啊，它有个特色哈。你可以看到，来我们看 infer idea，不 stated idea 的题目有特色 ，supporting idea 的题目有个特色。好，你看它有什么 correct answers to supporting idea questions 这个地方这句话，好 ，correct answers to supporting idea questions almost never consist of verbatim quotations from the passage。你有发现？他的意思就跟你讲说，正确答案都不会是跟文章里面讲的一模一样的字啊，好，所以呢，它一定会是同类的改写。好，换句话说的概念，那如果你今天没有自己去消化资讯，自己去逼自己去解答的话，你就真的只会去照资讯，对不对 ？OK 哦，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解题流程要有这一步的原因，避免你陷入字面的迷思这样子。OK， 好，来各位，再来我们来看这一题，好，倒数第二题，来。作者 address which authority about women reformers to try to abolish child labor？ 请问你这一题是 infer 还是 cited？ 这一题你觉得是你觉得是要我们去推文章已经有讲到的，还是要我们去推文章里面没有讲，我们要自己去推出来的？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怎么回答。好，很好玩。好，来，大家都觉得是 infer 嘛？对，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 OG 里面对这道题的这个分类。好，
对，我来把这个荧幕拉上来好了。来，奇怪在哪里啊？我记得是在，等一下，我记得这个题型是在哪里？我记得这个题型是在那个 diagnostic test 对不对？好，我记得应该是在第60这个地方。对对对，这个地方嘛，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第60几题？第64题对不对？64题。好，来，那我们来看一下64题的 explanation 对它的分类是什么？你看每个题目都有分类，有看到？好，都有分类哦。好，来我们看64题它的分类，就知道各位就知道你们回答对不对。好，来，OK，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一题叫 supporting idea？OK，叫 supporting idea。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哦，为什么这一题不是 infer idea？infer idea 的题目会怎么写？infer idea 题目会这样写，它会写说作者最有可能会认为怎么样 ？Would most probably 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会用推测语气，作者最有可能认为什么？会怎么认为？好，那就代表说文章没有出现，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然后来，所以这个题是什么？是 supporting idea。OK 哦，好，来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就是讲 RC 的地方，这个就是它的这个 what is matter。哦，这个就很明显代表说大家审题都很多都审错，那审题审错的话，你后面的选项你怎么可能做得好，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去选到对的选项？这不虚了吗？好，所以就我们在终结者里面都一直你知道很累，你知道吗？终结者很累是因为要开始全部重建大家的观念，好，包括审题开始，然后包括阅读能力开始，这些东西我们都全部都去碰这样子，好，对，然后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样子 ，OK， 好，一直在业配，一直在业配，好，来 ，OK， 各位我们来看哦，你看 supporting idea， 有没有发现它里面在讲的是，有没有？你看有没有看到它这边语气？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我标起来的地方？这些语气都是陈述的语气，对不对？都是什么？用简单式陈述的语气，对不对？对吧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ich of foreign does the author cite as? The passage mentions which of foreign does the author propose？ 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来，我们看一下，如果今天要是 infer idea 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语气，好不好？来，infer idea 给大家看，在这边这个地方，好 ，inference， 好，你看它的语气会是什么？有没有 ？More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passage。哦，然后还有呢，我们看到 most likely also be true。OK， 好，这样懂我意思吗？哦，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的语气会是用推测类型，会是用推测不确定的语气来表示这样子。好，所以这一题它只是要问你文章里面作者对这些人表达了什么样的态度而已，这样子。好，他没有要你去推另外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预想不能够超出文章里面讲的范围。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作者的评论是什么？还记得吗？作者认为说这些人思考的不周详，这些人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想法，对不对？这些人，作者虽然今天在攻击这些人，但是他攻击的点是什么？他们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想法，做的太过粗糙了。好，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帮我打个1吗？好不好？好，谢谢哦。好，这个 OK。好，来各位，我们来看哦。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来，首先第一个 A 选项 ，They alienated working class mothers by attempting to enlist them in agitating for progressive causes。虽然我知道有好多的生难字，你可能看不懂，对不对？好，这个题目最难的有好多生难字，但你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个题目就是 infer idea，就是 stated idea，就是 supporting idea。好。就算生难字看不懂，但是你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些生难字所提到的意思，应该就算看不懂，但是应该不是文章里面所讲到的意思，对吧 ？OK 哦，好，所以像这种选项，基本上我们就不会动它这样子。好，来，那再来呢 ？B 选项 ，They underestimated purpose 是文章里面根本没有出现，对吧？它根本没有什么高估或低估，它只是忽略，对不对？对吧？所以这个就是完全逻辑上就是完全不对的这样子。好，那像E 选项是什么？E 选项是 They were prevented by the nearly total disenfranchisement from making significant progress。还有什么？一选项说这些作者认为这些人怎么样呢？我几乎是完全的失败，做事情完全的失败。好，可是问题是什么？
文章里面只是说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些，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想法，做的太过粗暴，没有人说他最后做失败或做成功了这样子。OK， 好，那最后我们可能会发现 C 跟 Do 这两个选项可能会比较犹豫哦。我们来看 C 跟 Do。They were correct in their conviction that the child labor was deplorable, but short-sighted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child labor legislation on working class families. 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怎么样是正确的。我知道你这个字看不懂，什么叫 deplorable 看不懂，什么叫 conviction 看不懂。好，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掌握一半的资讯，对不对？后面这段的资讯应该是作者文章里面有去主张的，对不对？说这些人其实怎么样？其实是忽视了很多东西，所以这个选项至少我们后面可以确认是对的。OK， 好，那 Do 选项怎么样呢？前面这个地方 ，They were aggressive in their attempt to enforce child labor legislation。前面这边我们也可以确认是对的，为什么？因为文章里面很明显，它也是什么？也有讲到说这些人其实怎么样？这些人其实做事情很冲，对不对？对吧？文章有讲到这些人其实根本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想法，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什么？逻辑上是对的。可是后面一半呢，是无法验证还是逻辑是错的呢？来，后面说什么 ？Were unable to prevent working class families from circumventing them. Then， 我问你，刚刚文章里面是不是只有讲到什么？文章里面刚刚是不是只有讲到说作者是反对这些人做事情有欠考量，对不对？并没有说这些人做失败的吧，对吧？好，所以这个就又回到我们第一题的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去想清楚，作者在回应某些人的时候，每一个评论在回应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他到底是攻击人家的动机、人家的结论、人家的方法、人家的这个就是什么中间的过程 ？OK， 好，虽然这两个选项看上去 C 跟 Do 语气上都是什么，都是反对，都是坏处、缺点，可是实际上我们仔细去想，就会发现说什么，就会发现真正的缺点应该是他们忽视了某些事情。真正的缺点不是说他们做事情最后没有成功，而是说他们在做的过程中忽视了某些事情。所以最后答案我们偏向选什么？我们会偏向选择的是 C 选项。当然这一题我知道怎么样 ，A 选项你可能到最后还是会觉得会不会 A 选项正确答案呢？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不懂，你也无法验它的对错，对不对？对吧？你看不懂什么叫 alienated， 你看不懂什么叫 agitating， 对不对？对吧？好，但是至少怎么样呢？我们已经知道 C 选项有一半是对的，比起 A 选项完全无法验证的情况 ，C 选项至少后面有一半是对的。OK， 好，而 Do 选项也是完全的过度推论，所以这个时候在考试中，如果真的不能确定的话，最后 A 跟 C 我们就要偏向选 C。OK， 至少你可以去针对方向有验证到一半的选项去选择。OK， 好，这一题的确在考试的时候是特别的难，原因是什么？因为里面有每个选项都有一些态度词你是看不懂的，就像我们刚看到 A 选项的这个态度词，我们刚看到 C 选项前面的态度词，我们刚看到这是其他选项的态度词。可是至少我们可以先用什么？先删掉一部分的选项，然后再来呢剩下的选项，对不对？好，你就是你至少针对文章里面能验证的验证，好，不能验证的部分就忽略它。OK 哦，好，如果有任何选项它能验证，就算只能验证一半，也比那个完全不知道它干嘛的强，对不对 ？OK 哦，好，对。那当然，如果最后做错你就认了，这样懂我意思吗？最后做错你真的就认了，为什么？什么叫认了？你看很多同学都不知道考试的状况哈。考试状况就是你一定要接受现实。什么叫接受现实？就是说你在那边卡，你继续想 A， 你也不会想出什么屁来，这样懂我意思吗？好，你考试又不能call out，然后呢，你又不可能滑鼠移到上面就突然出现文字，突然出现中文给你看，然后说这个词典叫什么意思，对不对？好，然后你又不可能什么？你又不可能去打电话，又不能上网查字典，对吧？考试就是一个什么时间压迫之下的这个情境，在这个情境里面，你根本无法做到完美。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你只要能够尽力做到怎么样？尽力做到你最好的选择就可以了。好，你与其继续犹豫 A 选项跟 C 选项会不会有可能 A 选项正确答案，但尽管你完全看不懂，对不对？好，还不如就是什么？赶快先节省时间，
然后呢，针对这两个选项，只要有选项能验证一半，也比那个完全不能验证的强。OK， 好，这样子做下去，就算最后错了，但是呢，你也已经做了这段时间，就是你在这个时间内最好的选择了。OK， 你没有别的选择了。好，哎，这边可以理解可以当打个1吗？就是理解实战的情境之下，时间其实很重要。你再多去犹豫 A 跟 C， 也不会让你多争取更多，也不会让你的胜率更高。OK， 哦，看不懂 A， 到最后胜率就是 50% 嘛，对不对？对吧？好，那你 50%， 如果你其中你可以部分验证，那你是不是更偏向选择可以部分验证的资讯？这样懂我意思吗？哦，看不懂就算了，那当然平常练习的时候还是要去把那个单词查出来，这样子。OK， 好，来，再来最后一题的地方。最后一题我们来看哦。好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achievements of white middle-class women reformers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was 好，根据这篇文章，好，最厉害，这些改革者最厉害的成就是什么？来，那我就问你哦，这一题到底是 stated idea 还是supporting idea 还是 infer idea？ 来，这个应该就不能回答了吧？哎，按错了，靠北，每次看到打开这个心里就难过哈，每次中间只打开就看到一堆问题，好，就是你看一堆这个就是讨论的问题出现这样子，好，对 ，supporting idea，OK， 你看很明显嘛，还要跟你的是，哦，等一下要回，不好意思，等一下要回一堆问题，难过，好，来各位，好，那现在我们知道回去文章找资讯嘛，对不对？好。Though largely disenfranchised except for the school elections, white middle-class women reformers won a variety of victories, notably in the improvement of working conditions, especially for women and children. Ironically, though child labor legislation pitted women of different classes against one another. 文章问我们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注意哦，他问的这个题目，他问的是最厉害。OK， 好，那我们就要想这一段句子里面到底他们成功哪个事情 ？OK， 好，第一个当然有说大部分都是不成功的，除了什么学校选举，所以我们可以对学校选举是成功的。好，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后面有讲说怎样？还有赢了很多胜利，特别是在什么？特别是在这个所谓的女人跟小孩的什么工作环境之下，赢得了很大的成功。这两个虽然都是成功，但是你看，注意看，文章要强调的是最厉害，所以这个时候要偏向选哪一个？我们的预想答案应该是什么？不是学校选举，因为学校选举只是说是好多个不成功里面只有一个没有不成功，但是呢，人家是要问最厉害的，所以应该要是讲下后面这段说什么提升女性跟小孩的工作条件。OK， 好，所以各位当然这道题目你在看选项的时候，对不对？你会发现有好几个选项都是完全没有提到的。好，那最后这两个选项，同学会问我说 ：“Dusty， 文章里面这边也算是成功啊，不是吗？然后呢，这边也算是成功，不是吗？但是为什么最后答案会选择一选项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审题审清楚。题目要问的不是只有 achievement， 题目要问的是什么 ？most striking。OK， 好，所以答案是什么？答案是选项。好，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很多同学就是真正做 RC 的问题，其实就两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没有好好提升自己的这个看文章的这个预测阅读能力，导致自己看文章的时候跟活僵尸一样这样子。好，第二件事情怎么样？在做题目的时候，没有去好好的审题，连题目要问什么都搞不懂，也没有去好好的做预想，导致他很容易被选项文字牵着走。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检讨选项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怎么样的去把自己的回答跟选项的回答做对照，他就不知道自己的回答到底错在哪里，永远不知道自己想漏了什么，自己少想了什么，然后永远都只会去检讨选项表面上的文字，对不对？那到最后 RC 没有进步，就会是必然。OK， 这种进步才算是什么？才算是要去跳舞谢神嘛，你知道吗 ？OK 哦。如果用过去的烂检讨方式能进步的话，对不对？
跟你讲，好，赶快去那个泰国四面佛，然后跳舞，花钱买那个舞者跳舞谢神这样子。为什么？根本是奇迹了，你知道吗？OK，好，进步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进步是要靠有经验的科学训练方法才能出现的东西。CRRCNC 都是这样子。OK 好，所以就是一直以来到时跟大家强调这个观念嘛，对，好，对啊，那反正 anyway， 我们整个阅读研讨会还是会继续开，好，也是一样，就是大概会每个月开一次的频率来进行这样子。OK， 好，那当然也是非常希望各位啊，就是能够救济一下 Dustin， 其实也不是救济，好，就让 Dustin 能够把我的长才发挥在你的身上。OK， 好，就是我的长才是大家都知道，我自己有在去，我自己是1站760嘛，对，好，然后我是自修的，好，所以我也有一套自修的读书计划，好，然后呢，根据这套读书计划，我有设计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就是所谓的终结者课程嘛，对，好，还有一套你看到所谓的明显这个阶梯式的读书训练计划，包括阅读能力，好。然后呢，包括 CCRRC 的这个阶梯式的训练这样子，好，然后呢，这样的这个就是整体计划，对不对？好，还会附上这个所谓的线上答疑60天，好，然后还有怎么样大量的这个作业检讨影片，好，那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它是人数是有限的，所以呢额满就不收了，好，因为我要维持答疑，你看大家可以看到答疑量非常大，你知道吗？所以要维持答疑的品质这样子，好，那就主要是希望说能够让大家。好，真的知道做题目的这个就是实力进步的思维怎么样，要怎么样用一套高效的方法来检讨，提升自己的这个不管是阅读能力，或者是做 NCCRRC 的这个实际能力。那各位你也可以看到我最近在群里面分享这个 NC 嘛，大家也有看到我在群里面就是在那个不是群里面，是那个社团里面分享的 NC， 也可以打个1嘛。好，我最近其实都有在分享，对，那现在真的是很累，好，就是每次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自己在一直做业配还是什么之类的，好，但是就是要活下去，你知道吗？人就还是要活下去，疫情还是要活下去。OK， 好，对，有看到吗？有看到那个我在那个就是社团上面，我在社团上面发了那个就是 NC 嘛，对不对？对啊。好，就是如果你们觉得有帮助的话，对不对？好，那欢迎大家参加这个终结者的这个课程。那我们下一次的课程，同学说要开线上终结者，目前还没有规划这样子，好，因为就是这个课程主要还是希望能够现场互动，好，现场互动是这个课程也蛮重要的环节，现场讨论的互动这样子。OK， 好，对，那下一次开的时候就是第7期的内容是6月13到8月13，好，6月13号开课，然后到8月13，然后呢，这一轮的。如果你有赶上这一轮终结者的话，那就比较好去赶上这个第1轮的申请，在今年第1轮的申请。好，那如果没有赶上，下一轮就会是8月中周才会开课，那你可能要10月才能去考试这样子。好，所以希望我能够在终结者助你一臂之力，好，就是用8周的时间，好来帮助你怎么样的用完整的读书计划，好来帮助你进步这样子。OK， 好 ，Anyway， 各位，那也希望各位不管你有没有来参加。有事没事都能够去关注Dustin的，就是 YouTube 频道，还有什么？还有Dustin的部落格，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有部落格有很多财报嘛，对不对？还有我翻译的这个 OG 这样子。OK， 好，希望大家能够有事没事的去关注这样子。好，对，那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就是阅读研讨会。OK， 好，对，那也希望就是大家也能够，如果就算你自己没有用到，但是如果你有朋友，你觉得他适合终结者课程的话，你也可以帮我推广，好不好？好，就是疫情之下大家都不容易，好，如果你觉得Dustin课程用心，然后呢，就是能够就是听得懂，好，那不管你自己来上，或者是跟其他人，或者是跟其他人宣传，好，都麻烦一下这样子，好，不然就是要就是我就只能靠打麻将赚钱这样子。OK， 开玩笑了，哈，来 ，OK， 好。Anyway， 各位先这样咯，好，那也祝大家准备顺利。好，那我们就下一次的阅读研讨会见咯，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就今天就谢谢现场这35位同学，好，我相信刚刚应该更多，好，不过没有关系，对，就是谢谢各位现场的35位同学一直跟到最后，好，那我们就先这样咯，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好，拜拜。